第一件事，中国终于对立陶宛出手。在过去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断挑衅中国的底线，立陶宛几乎参与了所有美国主导的反华声明议题，甚至还在不久前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公然违背一中原则。对此，8月10号外交部消息，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除了被动对等反击以外，这似乎是中国第一次主动要求外国召回驻华大使。像立陶宛这样挑衅中国底线的不止一个。最近印度又开始蠢蠢欲动，目前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结束，双方将进一步脱离接触。然而，印度快报刊登印前海军少将拉贾梅农文章，提议削减陆军兵力，增加一支新的海空军力量。他认为，中国军队在陆地上坚不可摧，中国唯一的战略弱点就是其70%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印度洋海上航道。梅农甚至都开始沙盘推演，印度可以扣押中国油轮作为诱饵，吸引对手与印海军作战。随后，敌方海军在经过狭窄的海峡时将被绞杀。印度要真敢封锁海上生命线，激怒的恐怕就不止中国了。另外，目前阿富汗局势已经失控，一周内塔利班连占6个省会城市，摧枯拉朽之势让阿富汗政府军节节败退，这是美国种下的恶果，破坏地区稳定。在这一时机下，中国展开少见大规模联合军演，选址就在宁夏，目的很明确，帮助中国筑牢西部边境线，维护中亚地区稳定。美军撤走恐怕不会太容易，可能还会在中亚部署武器，甚至拉小团体，而中俄亮剑就是要警告美国，别把手伸得太长，中国周边形势仍然会很严峻。第4件事，日本要求德国道歉。在日本长崎被原子弹轰炸76周年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悼念遇难者，并提到一切源头是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然而日本人却称日本和德国不一样，甚至要德国道歉。有人表示，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搞大屠杀，甚至还有更离谱的言论称，和欧美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亚洲各国从被欧美虐待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东南亚各国甚至对日本发动战争表示敬意。在看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很多国人心情都不会平静。日本从来都不承认罪恶的历史，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仍然不知悔改，原子弹下无冤魂。8月9日，印度时报对外报道称，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当天完成了自己的首次海上试验，并返回科钦造船厂，而整个海试时间仅为5天。印度海军高调地对外宣称，此次海试一切按计划进行，整个测试的参数让人满意。可以说，印度这波操作着实是槽点太多了，简直就是玩杂耍类型。先不说印度海军口中的让人满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参数标准，光是这个海试时间就十分引人注目，甚至能说得上是打破全球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以目前全球几个拥有正规航母的国家来说，美国的10万吨级超级航母福特号海试时间是3个多月，这还是美军拥有长期航母技术积累和建造经验参考的情况下。英国呢，史上第一艘航母诞生的起源地现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海试了6个多月。中国就算是海军发展的后起之秀，第一艘航母海试时间1年多，从这3个国家的数据就可以清晰的知道，印度人在自己的这次海试中创造了一个有意思的历史记录。在海试结束的前一天，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曾经吐槽，印度这艘新航母完完全全是赶时间下水并海试的。航母上除开了一些基础的动力设备外，根本就没有完成西装。正常航母海试时要用的雷达系统、武器系统、飞机升降机，印度这艘航母上一样都没有，甚至连舰岛上的窗户玻璃都没装，堪称裸奔模式。俄媒更是讽刺，印度如此海试一度震惊了白宫，实在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连五角大楼都对这个盟友沉默了。有观察人士认为，印度匆忙的赶鸭子上架，强行海试新航母，很可能是为了鼓舞国内士气。自疫情在印度爆发以来，放任不管的态度和不断逃离印度的有钱人，已经让整个印度民怨四起。加之东北2个邦还爆发武装冲突，随时一副解体的样子。为了整合民心，中印边境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印度上下舆论的炒作话题。但真动手又不敢，这才仓促让航母上阵。有网友就怀疑，之所以印度人海试5天就结束，大概率是因为要趁着没沉赶回船坞。自从英国航母兴致勃勃地准备南海挑衅，结果却灰溜溜地离开南海去了日本关岛以后，美国就一直不太得劲儿，于是不仅骂英国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公然宣布正式拍板了对台军售合同。毕竟之前可是美国怂恿英国闯一闯南海岛礁挑衅中国的，结果如今看来，英国航母都没做到的事，竟然被日本给做了。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称，8月9号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濑户5号 GS Setaguri 驱逐舰在从马六甲海峡回日本的途中，突然偏离航线转到南沙，直接从仁爱礁以及美济礁的海域中横穿而过。单独这么看其实很难转过弯，但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日本驱逐舰却从这中间穿航而过，这个意义已经和美军舰穿航台海一样了。虽然没有公布日本军舰究竟有没有进入南沙的12海里之内，但是光是这个动作就足以说明日本是在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利益。而且如今正值英国败走关岛，解放军南海围海10万平方公里，从海南东南区域一直圈到了西沙东北区域，全部被圈了出来。而这个时候，日本竟冷不丁的从南沙群岛中间横穿而过，日本这是想干嘛？进一步挑起南海风云吗？很有意思的是，日本这次选择的位置也十分特别。日本濑户5号明明是横穿南沙挑衅，却选了一个无人礁。因为虽然美济礁是人造岛礁，但是仁爱礁完全可以算是无人礁，所以日本这难道是怕中国反制？毕竟无人礁突然改道等手段，让人难以迅速反应并加以限制。要知道，如今中国和美国都在华地区搞军事演习，甚至一个动作比一个大。美国联合好几个国家，中国就出动众多明星军舰，什么山东舰、055大驱，甚至075、052等众多舰艇也都席卷南海。有一点风吹草动，日本要面临的就是中国的雷霆之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突然搞这么一下，究竟是美国下的命令让日本接英国的班，还是日本看中美间火药味没有那么足了，故意来挑火？毕竟日本虽然一直被称为是美国在南海的急先锋，但是日本小心思什么的也从来没少过，所以这次日本愣是把英国航母都没敢做的事给做了，意义就很不简单了。不过不管是美国下的命令，还是日本自作主张，对于中国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挑衅中国。对此，就像有观察人士表示的，日本从来没有和中国共同发展的念头，所以趁着这次，中国必须要出手给日本一个教训，也顺便杀鸡儆猴，告诉某些国家中国捍卫主权的坚决意志。据阿拉伯媒体半岛电视台在8月9日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在当天对外宣布，阿富汗北部地区的重镇艾巴克市已经成功收复。该城一流还直接掐断了尚在北边抵抗的阿富汗政府军的补给线路。俄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天也透露，相关势力丝毫没有料到塔利班的攻势会如此迅速和快捷。美军此前多次提出建立和谈意见，也被塔利班彻底拒绝。从报道中不难看出，阿富汗的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巨变。塔利班在4天时间连下6城，这场阿富汗内战的整体局势已经彻底倾倒。尽管就控制城市的数量上来说，还是阿富汗政府军占据优势，但战斗意志和热情上来说，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在6号，塔利班更是一枪未开，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西南尼姆鲁兹省的省会城市扎兰吉。事实上，在内战爆发伊始，美军和以色列还尝试派遣空军协助阿富汗政府军一起抵抗塔利班的攻势。然而，转眼不到1周的时间，整个局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着实把美军高层整懵了。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就透露，在今年撤退出阿富汗之前，五角大楼就曾经预测，内战的最终结局可能是由塔利班获胜。但攻击这些省会城市对塔利班来说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该媒体还引用了五角大楼官员的说法，整个局势的发展速度让美军高层看不懂，都懵了。阿富汗政府军输的实在是太快了。有观察人士认为，快100年了，美军还是看不懂民心的作用。阿富汗政府军也不愧是美军扶持起来的力量。想想他们的前辈们，不论是国军还是李承晚、南越、伊拉克政府军，基本都是一个德性。以前仗着有美军撑腰，欺负老百姓，真动起手来又是一触即溃。美军唯一学乖的就是不再给这些人充足的美制装备了，省得一个个都成了运输队长，全便宜对面了。